遮天蔽日。天门门主楚萧，现在速速退去，可保尔等国祚不恙，否则人死国灭。承问天门门主，一人真身咒一剑免10过，我们传闻毕竟是传闻，神州人最喜欢吹牛。如今我们3国高手倾巢而出，集聚于此，岂会怕他一个天门门主？今日杀了你，我就是个新的世界之主。先别着急，谁是世界之主，那就要看谁先扯下他的头。你觉得我们就这点本事吗？祈福撼树，至死我剑来！我这一剑可斩山断江，降妖镇魔，开启！我竟当然是真的。区区蝼蚁也敢撼天！我要游泳，我的大小姐，这里是沙漠，我才不管！不管他，继续开！What you doing in the bay？如今我伤势过重，只能将修为与记忆储存于龙王灵剑之内。1年之后，待身体恢复，触碰龙门诀，即可解开封印。白若，白若，白若，你怎么了？我们该回去了。青言，我没事，你别过来。臭流氓，毁我清白！先留个信物，后面再找你算账。你签还是不签？就是你们别打我儿子，我签还不行吗？妈，不能签，这房子可是你的命根子。不签？好，不签的话，那我就在网上把你曝光出去，告你强奸，送你去采缝纫机。屁！我连碰都没碰过你一下，哪来的什么强奸啊？这碰没碰过可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我可是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可能用自己的清白造谣呢？这说出去谁信呢？啊！哎，她是你媳妇儿，啊？你的当然就是她的了。我劝你乖乖把这协议签了呗。你们这两个狗男女，你们就是骗婚！才订婚3天，你就把我所有钱给骗走了，
现在还要把房子拿走，连想都别想！硬气！兄弟们，弄他！等，嘛呢？出来时候怎么叫你们的？文明人吧。付钱也行，下辈子就在轮椅上过去吧。放开我，迷上，我去！不能去！还是你是明白人啊？啊！你都他妈干嘛去了？畜生！求求你别伤害我儿子！我去！你他妈干啥呢？不行，不能去！浩哥，快看，房子到手了！你的拆迁款下来，这1000万就是我们的了！兄弟们，跟我走！哎，我限你半天之内搬出我家，要不然让你下辈子也他妈坐轮椅！妈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，识人不明，还连累了你。要不是您5年前收养了我，也不会发生现在这种事儿了。儿子，你别多想，妈从来没后悔过收养你。虽然我不记得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无论以后怎么样，都把您当做自己的亲生母亲。喂，你人死哪儿去了？秦总都等你1个小时了。啊，秦总，你找我？大白天的不在公司上班，是哪惹是生非了？对不起啊，秦总，我刚才摔了一跤。你的事儿我不想听。长话短说，我想跟你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我女儿得了重病，需要你的骨髓救命，条件随便开。不是秦总，这骨髓配型不是只有直系亲属才可以吗？我出钱你办事，就这么简单，其他的你不需要担心。那好，我要1000万。1000万，真敢狮子大开口啊！好，我给你1000万，去收拾一下，跟我走。哦，好。慢着。I've got this thing gonna blow your mind. You want to see, 'cause it can't be bought. You think it's love, but you think too much. 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。不是，秦总，我。这玉佩还不快滚！下斗色欲熏心，见钱眼开，这种人怎么配当悠悠的父亲？这玉怎么那么熟悉呢？
娘，门主大人终于现身了。已经找了5年了，还是没有一点消息。门主，说还是不说？你休想从我嘴里问出什么！是门主回来了！既然现身了，那我就用此剑斩下你的头颅。虽然我记忆还没恢复，但这突如其来的能力，应该能救秦总的女儿。秦总，捐献骨髓那个事儿，我想反悔，因为我妈，1000万还满足不了你的胃口，想要多少，直接说。秦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哪儿来的骗子？好大的胃口！袁绍，你怎么来了？白若，这位是我专门请来的终南山的蒋大师，医术了得，有他出手，一定可以治好悠悠的病。真的，袁绍有心了。般若呀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大师，请。对，大师请。妈妈别担心，悠悠没事儿。是你？小不点儿，身上疼不疼？有没有受伤？啊？谢谢叔叔，我没事儿。叔叔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？师傅也这么觉得。来，这个拿上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？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叔叔是你妈妈的员工啊，刚好跟着她来看看你。是这样呀，那叔叔，我要抱抱。好。你一个普通员工也敢抱悠悠？要是病情加重了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滚开！你，来，悠悠身体很弱，你身上的病菌会感染他，不许碰他。我看佑佑不像是生病，而是中毒。将他体内的毒素清除了，佑佑便可以康复。中毒？你以为刷过几天抖音就成神医了？钱小姐，幸好今天遇到我，否则你女儿的病情就算骨髓移植都没用啊。蒋大师，您真的能救悠悠？当然了，贾大师在终南山苦修多年，研发了一种神药，包治百病。我的确有一种神药，但材料稀缺，所以嘛，价格2000万。没问题，只要能救好悠悠，多少钱都可以。有水吗？将这杯水给悠悠服下。等一下，这水不能喝。臭打工的，把你嘴给我闭上啊！这儿没你的事儿。楚萧，
给我松手！秦总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神药，而是兴奋剂。他们这是要害悠悠。太胡言！三番五次的阻挠贾大师行医，我看想害悠悠的人是你吧？说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楚萧，你给我放手，否则你就滚出去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能在这儿？所谓的终南山大师，竟不识这幽冥炼狱。幽冥炼狱，神识出现，这不是只有修为达到陆地山前等顶级武者才能拥有的吗？工人饶命啊！工人！饶命！你们怎么没有想过饶了悠悠的命？这都是严族的主意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想从阴秦繁荣的公司，必须除掉秦悠悠。该死！他还只是个孩子，怎么能够这么做？这不是我的主意，求你别杀我！滚！赵大师，你怎么了？一定是你！你对贾大师做了什么？赶紧跪下磕头道歉，否则我要你的狗命！滚开！你想死，别带上我！够了，楚言，是我该死，求你放过我吧！我懂，我懂。楚言，您看，滚！若不是还需要留着灵力给悠悠去毒，我绝不留他性命。楚萧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贾大师怎么走了？贾大师，贾大师，你给我等着！悠悠，那叔叔给你治病好不好？叔叔，我没有爸爸，叔叔可以做我的爸爸吗？啊？当然可以了。真的吗？你可不要骗小孩哟。那当然了，但是你不能告诉你妈妈，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小秘密，好不好？好。拉钩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真乖。那你先躺下睡觉，好不好？好。睡吧，睡醒之后就什么病都没了。虽然透支了本源之力，短时间内没有办法使用神识空间，但只要能治好你的病，一切都值了。楚萧，我现在呢限你1个小时之内回来，要不然的话，你那个捡垃圾的老娘就要重温风月往事了。混蛋！如果欣欣将你碎尸万段，我誓不为人。悠悠，对不起，是妈妈无能，妈妈救不了你，都怪楚萧，为了坐地起价，竟然用下三滥的手段逼走贾大师。他这种人根本不配当悠悠的父亲。般若，悠悠怎么了？我们快送他去医院吧。对，送去医院。青言，你先带悠悠去医院，我要去找那个负心汉。我就不信，当他知道悠悠是他亲生女儿之后，他还能这么无动于衷。般若，这件事你瞒了他5年，现在告诉他，除了他，我还能找谁？
除了他，谁还能救悠悠？妈！王八蛋，放了我妈！你放啊！我的刀可不长眼。我早上跟你是怎么说的？我让你搬出去，你耳朵是聋了吗？现在就搬！你把我妈放了！现在才搬，晚了。我们呢，今天刚刚得到消息，这房子的拆迁时间推迟到3年之后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房子都已经给你了。为了这套房子，我们花了这么多心思，能白费啊？把这合同签了。哎呀，你快走，你别跑！老不死的，废话真多呀！王八蛋，我杀了你们！别乱动啊！这东西要杀了他！有本事冲我来！你放了我妈！救悠悠时耗费了太多功力，我现在没有把握救下母亲，只能忍，等到他送信时一击必杀。冲你来！好啊，跪下磕3个头，我就放了他。我数3个数，3、2、1，我跪！老太太，你敢咬我！刘禅，你快走！你别相信我们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。妈！死老太婆，你给我闭嘴！看什么呢？还不赶快跪下！好，我跪。不要！怎么还不服气呀？忍，为了母亲，我必须忍。看什么看？我现在要你从这儿给我一步一步的跪着爬过去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对对对，快！哭了吧，把我妈放了，放了你们，那我的孙子谁来承担？李潇，你来干什么？赶紧走！你要的钱我给你送来了，希望你能遵守承诺，跟我去医院救佑佑。眼睛瞎了吗？我让你赶紧走啊！走！没经过我同意还想走？你这个废物，还认识这么极品的女人？来给楚萧送钱，多少钱呀？够买他的命吗？我不想跟你们浪费口水，给我滚开！这里是1000万，请你立刻跟我走。1000万，对，你不是说我给你1000万你就放了我妈吗？钱就在这儿，你快放了我妈！拿钱！秦总，这1000万全当是我借你的，下辈子我就算当牛做马也会报答你的，行不行？我不需要你的报恩，我只需要你救我女儿。悠悠她已经没事了，她不需要我的捐献骨髓了。到现在你还想坐地起价吗？你如果不肯救我女儿的话，便休想拿钱救你母亲。秦总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悠悠她真的痊愈了。楚萧，我真没想到你怎么会这么心狠。如果你知道悠悠的爸爸是谁，你还会这么无动于衷？悠悠的爸爸是谁？他的爸爸就是般若，你快回来！医生说悠悠现在非常健康，完全没有生病的迹象。真的？我马上回去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搞什么儿女情长呀？你以为这地方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？我告诉你，今天
人走不了，钱也得给我留下。好大的胆子！你知道秦总是谁吗？既然你想动他，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雷虎帮周虎的弟弟，跟我比身份，你们也配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陪爷来玩玩啊！慢着，这件事儿跟秦总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放他们走。他妈的废物，还轮得到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！你不想要你老娘的命了？妈妈，愣着干嘛？抢他！站住他们！想走，做梦！就是现在！楚萧，你不想活了吗？赶快把浩哥放开！放了他！当他欺辱我母亲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被我判了死刑了。你这个人渣也怕疼啊！队长，你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要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！想死？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！不要！而且他是雷虎帮的人，我们惹不起。你老东西说的没错，你今天要是敢动浩哥一根毫毛，雷虎帮绝对不会放过你们母子。杀了我！来杀了我！我看你们两个穷鬼怎么活！我哥会给我报仇的。你刚才那么欺辱我吗？我要是不杀了你，岂不是枉为人子？小杨，你别冲动，杀人是犯法的，而且别非法为自己着想，也为妈着想，妈不能没有。妈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自然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你是人是鬼啊？这一刻的我，是我！少爷，我们错了，你饶了我们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现在知道错了，你夺我家产时可曾知道错了？将凌若欺负我孤儿寡母时可曾知道错了？刚才欺辱我母亲的时候又可曾知道错了？想活可以，但只能活一个。楚萧，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他死了！他死了！不可能！儿子，干什么？快送进医院！怎么了妈？儿子，你吓死妈妈了！妈妈以为你刚才死了。妈，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妈，你把家里收拾一下，快出去，别带事儿。你快去快回。啊！楚萧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你怎么了？秦总，你能不能借我一些钱？700万，够吗？差不多，你先帮我存工资卡吧。我有几个问题。你要是想问那几个人是怎么死的，那就别问了。不是这个，我是想问，你为什么没有脉搏？因为我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解释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，
我还有1天可活。什么？1天？那明天之后又有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。对了，又有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要是需要帮忙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强行调动本源，灵力受损，现在的身体也只能撑到明天了。今天必须要找到续命的方法。悠悠，小猫咪来找你玩了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妈妈，你刚才说悠悠没有生病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自己看，我呢带悠悠做了所有的检查，我们悠悠每项指标都非常健康。这不可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楚爷，您看，滚！悠悠他已经没事了，他不需要我的捐献骨髓了。到现在你还想坐地起价吗？你如果不肯救我女儿的话，便休想拿钱救你母亲。秦总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悠悠他真的痊愈了。难道真的是楚萧？悠悠，能不能告诉妈妈，昨天妈妈离开以后，楚萧叔叔都对你做了些什么呀？楚萧叔叔给我治病了。果然是他，楚萧。这可是千年人参呐，是我们店专门花了大价钱为2位找来的呀。二位稍等一下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你好，我想买一些彼岸花。生死两仪彼岸花，这么名贵的药材你买得起吗？哎，快走，我们店没有。哎，你快去挑好货。师傅，云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门主服用了火山红木髓后突然发病，就看他是怎么了。火山红木髓，你个臭药粉，怎么还没走？门主，快救人呀！上阵！慢着，这针要是扎下去，他将必死无疑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师傅可是被人称为在世赛华佗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质疑我师傅？哪来的混账东西，耽误了门主治病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住手！请先生赐教。这火山红木髓乃是至阳之物，虽说可以治病，但其内也蕴含着大量的毒素。放屁！我看你也就是个毛头小子，别以为读了几本小说就在这大言不惭。住口！以先生这样，该如何行针呢？你这第一针就想遏制住毒素，将其排出体外，可他身上的毒素早已遍布全身。你这一针非但不能排出毒素，反而会成为导火索，使他爆体而亡。赛华佗虽然年轻，但他那生死能肉白骨的一术，早已使其成为中医泰斗。现在居然给一个年轻人行礼，也不知道这人是谁。此事如果传出去，整个中医界都将为之震惊啊！以先生之言，该如何行针呢？第一针，少则全。班长，此人身份不明，万一是个骗子，把门主治出个好歹来，谁能负责？要不然轮你来吧。我又不懂医术，我怎么能给门主治病？那你还不闭嘴！说老实话，对云小姐的病，我没有丝毫的感觉。如今只能依靠郑先生所言，试试看了。可万一……如果你有好的办法，可以带云小姐离开呀。让先生见笑。先生，请。少则全。门主，王八蛋，你果然是个骗子！给我拿下！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弟一拜。赛华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去，发生了什么？赛华佗竟然给这个年轻人跪下了！赛华佗竟然被这个年轻人为师！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千万别吓唬我呀！
师娘，师娘，我师傅又发疯了！您快起来！我竟在您的指点下施展了10多年的天门13针，师傅授业之恩，弟子没齿难忘。什么？竟然是天门13针！门主，您请问。我要算是冤，云之玉欠你一条性命。林小姐，救您的人是我的师傅。什么？师傅？先生救我性命，云之无以为报。倘若先生有所需要，云之定当竭尽全力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义不容辞。不，只是举手之劳罢了。林小姐不必那么客气。先生救我性命，这本是我应该做的。传令各大豪门，明天晚上我将在观潮阁举办盛宴，向五省商盟所有人隆重介绍我的救命恩人。是。恩人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个云盟主，你的火山红木髓还在吗？恩人以后叫我云芷就可以了。禁言，快！果然是火山红木髓，太好了，我有救了。哎，恩人，这可不行喝呀！我之前就沾了一点儿，就差点丢了性命。是啊，师傅，这火山红木髓所隐含的毒素，您是知道，这一口下去，我性命难保啊！伤势终于恢复了。你怎么样了，恩人？没事了，感谢你，云盟主。恩人，我叫人家云芷就可以吧？云芷，这位先生，我是欧阳家家主，想与先生结识，不知是否方便？我是张家家主，想与先生结下善缘，不知先生可否商量？明日，我将在观潮阁举办谢恩晚宴，两位若是不嫌弃的话，我与恩人将在观潮阁静候二位。哎，楚先生，这个是安溪市最顶尖的别墅，公园1号的门卡，那个您就搬过去住吧，去吧，我们明天见。啊？还以为是什么人物呢，原来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啊！看你这下怎么和般若解释？楚萧，妈，你就好好休息，直接交给我就行了啊！啊，妈呢？想跟你说个事儿，妈打算这房子卖了，换些钱，让你赶紧离开。哎呀，妈，这为什么呀？那周浩也死了，这房咱也夺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走啊？儿子，那周浩毕竟是雷虎帮的人，那万一来报复怎么办？你就放心好了，妈。他们要是想报复，就尽管来就是。况且，就算他们不来找我，我也要去找他们算账。还有那个贱人谭欣欣。儿子，三妈求你了，咱们惹不起啊！你还是赶紧离开。你放心，我。喂。现在立刻给我滚来公司！我。新总。您这么着急叫我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看你这身体健康的很，不像只剩1天的样子。秦总，您有所不知，今天我偶遇贵人，现在伤势已经痊愈了。贵人啊？是他吗？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？楚萧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。你凭什么打人啊？过分了吧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欺骗我说自己命不久矣，却拿着我的钱去接近有钱人去吃软饭。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证据确凿，你这样狡辩还有什么意思？秦总，您真误会了，我和他只是朋友。够了！都怪我太天真了，我竟然会相信你那些鬼话。秦总，
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他只是我一个秦总，五省商盟终止了我们的合约，从此不再给我们提供原材料。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据说五省商盟的云盟主为了报答救命恩人，要在观潮阁举办晚宴，还说要重新选择合作商。五省商盟控制着西部五省所有企业，其实力和财力都是最顶尖的。我们寝室能够发展到现在，完全是依赖着五省商盟。如果这次不能中选，那以后五省商盟，这云指的商盟，云指？楚萧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还敢直呼云盟主的名字？云指是我朋友，我这么称呼他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云盟主身份尊贵，就连我们秦总也没有机会认识。就你这样的货色，还说跟他是朋友，真是可笑。楚萧，你要是没事就出去吧，别在这里给我添乱。秦总，我真没有骗你，这个他就是你们口中的云盟主。你以为你随便认识一个富婆就是云盟主了？你到底长没长点脑子？就你这样货色，云盟主看都看不上你。我劝你说话最好客气一点，否则的话。否则怎样？你还想打我吗？行啊，有本事你就打，我就不信你今天敢当着秦总的面打我，除非你是真的不想干了。这么贱的要求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呢。要是不满足你的话，岂不是很不给你面子？沈总，你看看他，他竟然敢当着你的面打我，他简直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。楚萧，我对你非常失望。失望？秦总这句话是从何说起？我对你向来是毕恭毕敬，可你呢？对我有什么偏见？一直对我态度恶劣，恶语相向，我究竟想不通你是为什么？对不起，秦总，我刚才说话有点重了。不是你别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大少，你没事吧？谢谢严少，我没事。严少，你根本不知道刚才这个废物有多嚣张，他根本不把秦总放在眼里，刚才甚至还动手打我呢。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！你这个废物，真是胆大妄为！赶紧过来给般若磕头道歉！他妈的，你聋了是不是？我让你给般若磕头道歉，真是给脸不要啊！楚萧，什么？快放开严少！废物，赶紧放开老子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废物！你口口声声叫我废物，那你现在跪在我面前又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够了！我命令你放开他！我命令你放开他！楚萧，你等着，老子真要弄死你！好啊，我等你。滚出去！滚！秦总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帮助我，我感谢你。我会和云芷说好，让他恢复五省商盟和您的合作关系。从此，我们两个人互不相欠。互不相欠，楚萧，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起。啊！你算什么东西啊你？要不是秦总闹了7天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要恢复五省商盟跟我们的合作关系，也不看自己算老几，我呸！放心吧，蹦跶不了多久，我现在就给我表叔打电话，让我表叔派人弄死他。我表叔可是云盟主的得力干将。你刚刚说你表叔是云盟主的得力干将？当然，我表叔不仅是云盟主的得力干将，还是五省商盟的副会长。真的？那云少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
如果我这个月拿不到五省商盟的合作协议，秦氏恐怕连1个月都撑不住了。这个吗？林芷，我想让你帮个忙。林芷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恩人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。你知道秦氏吗？养。我知道啊。他们这家公司一直依赖我们五省商盟的原材料才可以存活，但是他们的体量实在是太小了，所以这次晚宴当中才没有这家公司。那你能加上这家公司吗？并且让五省商盟恢复与他们的合作关系，可以吗？轻点儿。恩人啊，你怎么这么客气啊？我的命都是你救的。所以这五省商盟也有你的尾巴。既然你想加，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一份永久合约。谢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以前的楚萧一去不返，今后谁再欺我辱我，必让他加倍奉还。这个嘛，严少，你要是愿意帮我的话，我给你秦氏30%的股份。操！老子算计这么久的秦氏股份，终于到手了。可是，去哪儿给他弄这参会名额？最多49%。你这是说哪话？你的忙，我当然要帮。这样，我先给我表叔打个电话。哎呀，叔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。帮秦氏要宴会名额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以为那宴会是谁都能去的？要不是你爸妈死皮赖脸的求我，就连你的宴会名额我都不想给。是，叔你教训的是。谁呀，这么没眼力劲儿？这个时候打电话，一看就是楚萧那个废物是后悔了，想你重新来收留他。给我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五省商门营门主的助理，请问是秦氏集团吗？是，我是秦氏的总裁秦般若。秦总你好，你们公司被营门主特别邀请参加明日的公司晚宴，请你带好公司资料，与我们签订永久的合作协议。好，我明天一定准时到达。这一看就是严少的功劳，没想到严少的面子这么大，竟然能让营盟主亲自给您打电话，而且还同意跟我们签订永久合作协议。是，这次一定要好好感谢严少，真是太谢谢严少了。等明日宴会结束，我一定按照约定将49%的股份转让到您名下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严少，你就别装了，刚才营盟主的助理啊，都亲自给我们打过电话了。他不仅邀请我们秦总去参加他们的晚宴，还和我们签订永久合作协议呢。可我严少，没想到你表叔在五省商盟的面子这么大。我们行事一向就是这么低调，这次啊，要不是你开口，我也不会麻烦我表叔啊。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你去准备一下明天宴会所需的资料。是。班长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啊。般若，不好了，悠悠又发病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之前检查报告不是显示已经痊愈了吗？对，找楚萧，他一定有办法。青言，你先照顾好悠悠，我马上回来。喂，楚萧，你在哪儿？我有事找你，你先去我家一趟。秦总，我已经给云芝打过电话了，相信五省商盟很快就会邀请你。不是这件事，不是这件事，我们就更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我说的够清楚，你我之间暂无干系。楚萧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可是悠悠，
悠悠他是无辜的。悠悠，他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突然又发病了。我马上过去。怎么回事？上次我明明已经将悠悠体内的毒素清除干净了。般若，你回流氓！我不是，我就……你是谁啊？怎么进来的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哎，我是来……叔叔啊！叫我了。月亮现在生病了，不能乱跑。叔叔先给你治病啊。叔叔，我没事儿。你刚才一抱我，我就觉得好多啦。好，那现在先闭上眼睛。悠悠，听懂。般若，你怎么可以让陌生男人随意进出你家？这悠悠怎么样了？悠悠已经没事了，现在睡着了。真的？心动，我现在十分确定，悠悠就是中毒。什么？可是悠悠一直在家啊，平常也没接触什么人和事，就连饭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毒源就在家里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找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随便找，只要你能找到。这个，你干什么？出去！这衣服上的熏香谁给你买的？怎么，我自己买的？悠悠之所以会中毒，就是因为这衣服上的熏香。不可能啊！这熏香我平时也一直在用。要是不是因为熏香的问题的话，那就是因为它了。这香囊和熏香单独使用都没有问题，但一旦放在一起，就会产生剧毒。怎么可能？这香囊是严少送给悠悠的，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两个。平时看你挺聪明的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犯蠢呢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别吵了，悠悠不是已经没事了吗？你还挺厉害啊，毒源隐藏的这么深，你一下就找到了，我都想拜你为师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里没你的事了，出去吧。别啊，留下来一起吃饭啊，正好尝尝我们般若的手艺。算了。对了，这枚玉佩你给悠悠戴上，关键时刻可以保命。得。般若，你怎么了？你平时不这样啊？像他这样没担当、不分青红皂白又胡乱推卸责任的人，他不配留在这里。难道他就是？宝贝儿，你好好休息。今天下午呀，累着点。楚萧，这么晚了，你去般若家？我去哪关你屁事儿！我让你怎么了？小子，我警告你，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别以为治好了那小兔崽子就能攀上去了。等那小赔钱货一死，到时候整个秦氏都是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那小崽子的毒啊，就是我下的。能拿我怎么样？混蛋！
你要是再敢伤害佑佑一分一毫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啊！连少怎么了？般若，楚萧那个混蛋把我的腿部打伤了。除了惹是生非，还真是一无是处。我看楚萧不是那样的人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堂堂严家大少，会污蔑他一个小员工吗？严少，提言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过好心提醒楚萧，夜深了，谁知道他哪根筋搭错，把我打成这样，这难道是我的错吗？啊！严少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当众将楚萧开除。抬起头来，是谁杀了我弟弟？是楚萧。楚萧，他人在哪儿？先生，声音在门上的门主。好。哟，这谁呀？看这穿着也不像是哪家的公子。穿成这样来观朝阁，我看他成心是来捣乱的吧。楚萧，真是你啊！好巧啊！你怎么样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去哪儿还得向秦总报备。昨天你为什么把严少打成那个样子？为什么？你怎么不去问问他做了什么呀？楚萧，楚萧，你明天不用来公司了。般若，你要开除我，就是为了那个混蛋。你把严少打成那个样子，而你还能完好无损的站在这里，你以为是谁给你求的情啊？怎么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要不是看在你救了佑佑的份上，你以为我会管你吗？好了，你们俩人都别吵了，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我和他之间没有误会，他就是个只会惹是生非的混蛋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，跟你无话可说。般若，我怎么感觉你跟他之间好像有什么事情？别乱说！哎，他怎么进去了？哎，严少干什么呢？严少，你看什么呢？楚萧，他怎么在这儿？站住！想跑？昨晚上的账还没算呢，你跑得掉吗？把他的腿给我打折了，让他也尝尝瘸腿的滋味。什么？昨天晚上没有把你教训够是吧？你别过来！严少，你没事吧？住手！楚萧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秦总，你看看楚萧这个废物，把我们严少都打成什么样子了？楚萧，我刚才不过是说了你几句，你有必要对严少下此狠手吗？啊！你都不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我是不是？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你还想狡辩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们两个怎么一见面就吵？你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，我今天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严少，我已经将楚萧开除了，要不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你快走！走？我允许他走了。你当我安心严家是摆设吗？严少，这毕竟是云盟主设的宴，闹大了对谁都不好。看在云盟主和般若的份上，我今天就放你一马。但是你必须得从我的胯下钻过去。
这，严少，般若，这可是我最后的底线了。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我身上的伤都是拜他所赐，你说我过分？楚萧从不主动招惹是非，若他出手，必然是有原因的。他究竟为什么动手？我想严少你应该最清楚吧。你真是伶牙俐齿啊，般若，我可都是看在你的份上才网开一面的，没想到居然还要承受这种污蔑。楚萧，要不怎么？你也想看我被他羞辱是吧？随你怎么想，严少不是你能得罪起的，更何况今天还是你的错。你怎么那么愚不可及啊？被这样的垃圾耍得团团转。我愚不可及，要不是你任性妄为，惹是生非，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。你以为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谁？你又以为佑佑身上的毒是怎么来的？都是因为他精心安排的。够了，楚萧，你没心情和你争论，你现在立刻给严少道歉。秦般若，秦总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把我给开除了？我跟你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也命令不了我。好，没关系是吧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拿着你的破玉佩给我滚！从此以后，你是生是死都和我没有关系。天门门主楚萧，区区蝼蚁也敢撼天！楚萧，楚萧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钻不钻？我可没工夫在这陪你耗。快走啊！你不为你自己考虑，难道不为你妈考虑吗？走？我为什么要走？就是这样的垃圾货色，我何惧于他？你何惧于我？我安西严家可是西部五省中有名的家族，随意出手就能碾死你这样的蝼蚁。安西严家，即便是五省商盟、京都叶家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boss，哪来的狂徒？居然连我们五省商盟都不放在眼中！徐家主，这小子狂妄至极，胆敢看不起五省商盟，您快好好教训教训他。这小子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，口气未免也太大。是啊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楚萧，我告诉你，这场晚宴可是云盟主亲自举办的，来的可都是安西市一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，你可别在这里口无遮拦，省得连累了我们秦总。举足轻重，大长，在我面前，他们还没有这个资格。你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，也不怕这风大闪了你的舌头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就敢说这种大话。楚萧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？难不成你也想说这场谢恩宴也是亲自为你举办的吗？或许还真是呢。别再说了，还嫌事情不够麻烦吗？就凭这一群乌合之众，还不配找我的麻烦。他们是乌合之众，那我们安西徐家呢？不够，差得远呢。那加上我们呢？不够，还是不够。就算你们都加在一起，也不过是一群臭鱼烂虾。闹！竟敢辱我安西三大家族，这是找死！武门卫何在？三大家族出手了，看这小子还怎么得罪！严家严嵩见过三位家主，这小子胆敢看不上我们安西世家，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武门卫出动，非死即残，今天这事儿恐怕了不了了。这三家可是安西顶级世家，向来把货
吃死惹了他们，怕是今日断无活路了。看在今日是盟主谢恩宴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自断双臂。此事就此作罢。哦，那我也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向我跪下赔罪，否则的话，安西3大世家从此除名。好啊，我为在，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子抡回他。是。慢着。我是云盟主的特邀宾客，云盟主答应跟秦氏签订永久合约，我愿意谢出这份合约，换他一条活路，求各位能放他一马。般若，你疯了吗？那份合约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求来的，你竟然要用它替这个废物求情？他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废物呀！你怎么能为了他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？秦般若，我还不需要你替我求情，况且那份合约是我向云池要的。你向云盟主要的？你当自己是谁啊？云盟主的救命恩人吗？是啊，楚萧，你可真不要脸！我和秦总明明是亲自看着严少去找他表叔求情，我们才拿到合约的。够了，楚萧，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信不信随你。不过有件事情他说对了，我正是云芷的救命恩人，这场宴会就是为我举办的。你这个蛆虫一样的东西，还装上瘾了是吧？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立刻向3大家主道歉。般若，你也听到了，他自己作死了，你就成全他吧。是啊，秦总，好言难劝找死鬼，何必为这种废物？闭嘴！你家秦总做事，轮得着你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小子，如果安西3大世家冒充盟主恩人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此事与你无关，立即后退，否则连你一同论处。怎么，这是想对我动粗啊？那你可要想好了，不然的话，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他竟然敢威胁3大家主！楚萧，我还是真佩服你的勇气呀！武门外，动手！慢着，3位家主，大规矩。师傅，弟子来迟，请师傅恕罪。无妨，一群跳梁小丑罢了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赛华佗居然叫他师傅，这人谁啊？从没听说过恩赐市还有这号人物。再选一言，你说这狂徒姓石？没错，这位楚先生正是鄙人的师傅。是你师傅又如何？也不能如我3大家族冒充盟主的救命恩人。这种谢恩宴本身就是云盟主为我师傅举办的，何尝冒充？什么？这场宴会的主角是他？那合约也是？我没猜错吧，般若？我就说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严少，他可能真的是云盟主的救命恩人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得给我表叔打个电话问问。赛神医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要是敢欺骗我等，你赛华佗今日也得从安西除名。是真是假，云盟主到场一问便知。无声商盟可不是你这种阿猫阿狗撒野的地方。教授，你可终于来了！你看这上，都是这个杂碎给打的。闭嘴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奉盟主，3位家主，你们都被赛华佗给骗了。这小子只是秦氏基层员工，是个乡巴佬而已。什么？赛华佗，你竟敢欺骗我等！为什么盟主？以前我没有发现，你还有这信口雌黄的本事。赛华佗，你勾搭这小子，冒充盟主的救命恩人，是何居心？就是，这小子什么底细，我一清二楚。为什么盟主？不必与他们争执。我今天倒要看看这群跳梁小丑能奈何。3位家主，我提议对赛华佗
和这无名狂徒发出无声封杀令。什么？无省封杀令？此令一出，西部五省所有世家都将对其极力打击，誓死方休。上次下达此令还是在3年前，封杀一位盘踞在安溪市多年的龙头企业，不出3小时，那企业被宣布破产，老板更是跳楼自杀。无省封杀令，楚萧，这下天皇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魏建平，五省商盟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？严少，这个女人看着怎么那么面熟呀？好像是那天楚萧手机里那个女人。对，她就是抱养楚萧那个富婆。对，是她。哼，我说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原来是靠你的老相好啊！怎么，来给你的姘头撑场来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在这里造次？混账！快退下！知道他是谁吗？表叔，3位家主，你们千万不要被这贱人的架势给唬住了。她呀，不过就是个包养楚萧的富婆儿。瞎了你的狗眼！竟敢恶言重伤门主跟楚先生！你怎么还打人啊？现在办公室我和千总都在，我俩都可以证明。原来如此，楚萧，我真是看错你。秦般若，你还真是够逞，这种话你也相信？楚萧，你敢说不敢当，到底是不是个男人？云芷来迟，恩人恕罪。无妨，刚好让我看上了一出好戏。光迎盟主。魏建平，你有什么资格下达无省封杀令的？盟主，是我僭越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这次是听信小人谗言，才误会了楚先生。楚萧他真的是云盟主的恩人？什么？盟主？你就是五省商盟的盟主？这怎么可能？在我云芷的谢恩晚宴上，怎么会有这种令人作呕的货色？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！表叔，救救我！表叔，你动之你这个蠢货，胡编乱造，害得我得罪了楚先生。慢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我远房的亲戚。远房亲戚，所以就可以无视我的命令，随意将人带入吗？还请盟主看在我多年为商盟尽心竭力的份上，饶我一马。尽心竭力，魏建平，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吗？盟主在说什么？属下不懂。不懂？禁言。魏建平，那你看一看，这是什么？这，你怎么拿到这些？魏建平，你以权谋私，欺上瞒下，毒害门主，你该当何罪？这种人怎么配当五省商盟的副盟主？就是让他滚出商盟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来人，把魏建平给我押下去，按照盟规处置。云芷，要不是你爸这个老东西，五省商盟盟主之位哪能轮到你？执迷不悟！来人，把这2个东西给我拖出去！盟主，这些事儿都是我表叔做的，我对此毫不知情。你个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，你怎么没一点骨气？无论你知情是否，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该冒犯我云芷的救命恩人。楚萧，不，楚言，之前是我一愿不识泰山，冒犯了真龙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般若，哎呀，看在我之前帮过你的份上，救救我！现在只有你能救救我了。严嵩固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死，你就不能饶他一命吗？秦般若，你听听你都在说些什么？我若是饶了他，我怎么对得起佑佑？
怎么对得起他承受的痛苦？楚言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放了我，楚言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所以，悠悠的毒，这是你下的。这下你听见了，这就是你一直想维护的人。不，我怎么会害你女儿呢？白若，你相信我，白若，你相信我。相信你，5年前就开始谋划情事，相信你想开车撞个秦曼若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5年前肇事逃逸的司机是你？为什么要害我女儿？为什么？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贱货！老子追了你5年，5年！你却在外边跟别人生了个野种。你置我严嵩于何地？我就是要弄死那个杂种，让你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之中！你这个畜生，这混蛋！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差点害死了悠悠。你最大的错就是生了那个杂种！再敢多说一句，让你血溅当场！你又何必这么维护这个贱人？他也不过就是想利用你。还有你们，跟他狼狈为奸、谋害友，罪该当诛。秦总，都是严嵩威胁我干的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啊！云芷，他们2个就交由你来处理。是，爱人。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。楚先生，我们不知道您是盟主的恩人呀，否则给我们1万个胆，也不敢封杀您呀。是啊，我们也是受他人蛊惑，这完全是个误会。对，这一切都是个误会。误会？一句简单的误会，就想把之前的一切都抹去是吗？我徐家愿献出徐家10%，价值50亿的财产，作为先生的谢恩礼，希望先生能饶我一命。我高耀愿献出高价20%，价值80亿的财产。我董鄂也愿意献出我董家20%，价值100亿，作为先生的谢恩礼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那楚先生有什么要求，我等必将遵从。我的要求简单，安西3大家族彻底除名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做不到？除名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不过一个误会，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开门来！苏哥，就是他，背后帮了周虎，他怎么来了？听说他最近发了疯似的，到处找杀他弟弟的凶手。难道这凶手在谢恩宴上？周虎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请出去。俗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嘛。你们无声伤盟，还要联起手来打我这个送礼的人吗？楚萧，这几天不见，你竟然攀上了无省伤盟这棵大树，看来我之前还真的是小看你。既然知道我董身份，还敢对我视而不见？赛华佗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来人，把我给楚先生的礼物抬上来。上好楠木，指挥可以；安西乱葬岗，地契一份；烫金题字，牌位一张。放肆！怎么，我送的礼物不喜欢？不满意的话，我再给你加几吨纸钱。都退下！我倒想看看这些蝼蚁想干什么。蝼蚁，在这西部无省，还没有人敢藐视你，你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小子，你怕还是不知道吧？虎爷乃是西部五省的地下皇帝，权势滔天。别说你仗的是云盟主的事，就是云盟主本人也得敬虎爷3分。就凭你也敢说虎爷是蝼蚁？
我看你是胆大包天，不知死活。虎爷，此子狂妄无知，是我等安西权贵于无物，更视您为蝼蚁。此等狂妄小小，应该就地处死，以儆效尤。怎么，刚才还向我求饶呢，现在就翘起来尾巴咬人了？别狐假虎威了，他们刚才怕你，只不过是惧于云盟主的势力而已。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来人，再给我抓起来，带回雷虎帮。是。我看谁敢！今日你们谁想动楚先生，先问一问吴省上，我再答应。谁敢动我师傅，我就让他不死不休。在这西部吴省，我就是天，我要谁生就生，要谁死就死。识相，赶紧给我滚开！楚萧，这可是雷虎帮的虎爷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现在低个头认个错，或许还能求得一线生机啊！让我低头，让我认错，放眼神州，谁能受得起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清楚了，今日在场的诸位，哪个不是能碾压你的存在？安西3大世家，西部5省权贵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生活在城中村的乡巴佬，也配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好一个安西3大世家，好一个西部5省权贵，那又如何？只不过是一群依仗权势欺压民众的夫虎之躯罢了，连让我看上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好大的口气呀！若他们都没有资格让你看一眼，那我呢？算个屁！狂妄小儿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如此轻视虎爷！我看你识相呗，满门抄斩了吧！识相点就赶紧跪下给虎爷道歉，或许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云盟主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救命恩人啊！可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这倒反天罡，一如乳相，你若再执迷不悟，5省商盟今日必将大烂。门主，周虎做事下面很大，我们要不……都给我闭嘴！楚先生救我性命，今日我就算是死，你们也休想动他分毫。好，好，好，看来是我周虎沉寂太久，有人忘了雷虎帮的威名。虎爷，我赛华佗行医多年，在安西乃至西部5省都积累了不少人脉，请虎爷看在我的薄面上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改日我赛华佗一定登门拜谢。好啊，可以和解，抬上来。虎爷，你这是何意？这是我周虎的弟弟周浩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。你赛华佗不是号称妙手回春，以死人肉白骨吗？今日你若治好我弟弟，就放了这个。虎爷，这人已死多日，回天乏术，神仙都救不了他。虎爷，你这不是为难人吗？那就滚开！这杀了我弟弟，今日谁若护他，就是与我雷虎帮开战。什么？楚先生竟然杀害了周虎的弟弟周浩？门主，这周浩可是周虎的逆鳞，你有所思呀。他在安西市奸淫掳掠，买卖妇女，欺压良善，就是一头畜生，死不足惜。那又如何？那都是一群低等下贱人，就算他们死了1000、10000，你也不能动我弟弟一根汗毛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作为世家的特权。你一个住在城中村的低贱无私，也想对他们打工，真是蚍蜉撼树，不知死活。原来还有这样的规矩。那好，今日我楚萧要将你们这些所谓高高在上的世家权贵打入深渊。楚萧说得好。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，敢替这个江湖之人说话？少在本小姐面前装大佬，我可不管你是什么5省地下，在本小姐面前你还不够看。哦，你又是哪家的大小姐？只怕我说出来会吓死你。青言，你怎么也在跟着楚萧胡闹？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？般若，没事儿，别担心。你看，这多刺激！我还以为是哪家的大小姐，原来是个疯丫头。虎爷，
我为我朋友刚才的无礼向您道歉，但周浩绝非楚萧所杀。那天是我亲眼所见，周浩他是突然死的，当时他也在场。人是不是楚萧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浩哥的死必须得有人负责。凭什么？人又不是楚萧杀的。就因为他是我周虎的弟弟，就算他打他骂他，那也是他的荣幸，是他的无上殊荣。可这个小子居然还手，导致我弟弟身死，他必须赔葬。楚萧，你之前靠他，现在又靠他们，你还真的只是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窝囊废呀！我楚萧何须他人护我周全？人是我杀的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你们能拿我怎么样？你认下就好。楚萧，别再一意孤行了，行吗？你如此做派，只会火上浇油，惹怒虎爷。惹怒他又如何？宛如蝼蚁的存在，我抬手便可灭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我成全。今日我必杀此人，谁若阻拦，就是与我周虎为敌，与我雷虎帮为敌。我安西徐家，愿助虎爷诛杀此僚。我安西高家，愿助虎爷一臂之力。我安西董家，愿助虎爷报仇雪恨。还有我楼省白家，还有我亲省王家，还有我们新省李家。你们呢？哼，那就别怪我一块儿清算了。虎爷的龙须也敢触碰，我看见真是找死他。虎爷一怒，不是百年。当年五省一权贵，只不过言语顶撞了虎爷，一夜之间满门被捕，无一生还。哈哈哈哈哈！云盟主，你又不能人后尘吗？云盟主，大势所趋，难道你真的想为了这废物，让五省商盟为你覆灭吗？就算搭上了五省商盟，也要保楚先生安全。不知死活！来，把他给我杀了，怒替报仇！我京都苏家要护的人，我看谁敢动他。原来你是陈老的外甥女，你苏家那小丫头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认识我？什么？京都苏家？京都苏家可是沈州排行榜前10的世家大族，这种庞然大物，我们断不可得罪啊！青言是京都苏家的大小姐，你之前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？般若，我可是有难言之隐的，这你可不能埋怨我。若是京都苏家出手，虎爷别说报仇了，自身都难保。虎爷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？不过是苏家的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唬不住我。看清楚了，我苏青爷可是苏家大小姐，你们现在还要动楚萧吗？传闻京都大家族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令牌，按照颜色进行划分，紫色最为珍贵。他拿的是紫色令牌，看来确实是苏家大小姐无疑了。京都苏家又如何？还管不到我周虎的头上。今日我必杀你！想杀我的人多如牛毛，而你又算哪根毛？周虎，你竟敢违逆苏大小姐的话，是要造什么？我劝你不要太放肆了。一个小丫子片子，我周虎有何惧之？狂妄至极！来人，滚拿下！你竟然是武者！我周虎盘踞西部5省多年，靠的就是这双铁拳，一步一步打出来。真以为是浪得虚名吗？区区一个武者，我苏家多的是，你有什么可豪横的？苏大小姐，快把你的护卫叫来，拿下周虎！这个嘛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，没带护卫。诸位，今日若不诛杀此，日后任由他依附京都苏家，踩在你们头上，你们如何在西部5省立足，在安西立威，维持世家特权？虎爷说的在理，今日全凭您做主，诛杀此僚，扬我西部5省之威。诛杀此僚，扬我西部5省之威。真是天意啊！今日你们一个也别想活！死在我手上的高手成千上万，就凭你们这一群乌合之众，也想把我踩在脚下拿我逼我？哼，可笑至极！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，拿命来！尔等蝼蚁之躯，竟敢冒犯主人天威！萤火之光，
也敢以皓月争辉，安西方寸之地，也想撼我神州国气，真是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。拜见主人。不必多礼。其他人呢？启禀主人，其他人稍后就到。好。伤我是何人？京都叶家嫡女叶琉璃，居然是京都第一世家。楚萧这个废物，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管他是什么，叶家、苏家在这西部无少，世龙你得给我盘着，世龙你得给我握着。如果再加上我镇域神王陈近南呢？还有我北域战神苏无相。属下苏无相。陈近南，拜见主人。起来吧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跟楚萧认识？你这家伙越来越没规矩了，怎能直呼主人名讳？一个住在城中村的废物，居然连镇域神王、北域战神都拜其为主。这权势，怕是国主都难以征服。我们到底招惹了什么样的存在？完了，彻底的完了！安息的天，怕是要变了。你到底是何人？师傅，您是天门门主楚萧。什么？天门门主？神州第一宗门，威压全球，护佑神州千年的天门，纵览神州泱泱5000年，无人与之抗衡。走出的王后将相可是数不胜数。什么？天门门主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等500天门，死不足惜，还请门主留我等家族后辈一条生路。欺辱主人，还想如此轻易了事，妄想！全部应该诛杀灭族。对，只有如此，才能泄主人心头之怒。慢着，你们这些人不是喜欢欺压良善、巧取豪夺吗？琉璃，将这干人等连同他们家族修为见解，流放至荒域，子嗣后代终身不得脱籍，为官从商。主人恩赐，还不快谢恩！谢门主，谢门主。原来我一直瞧不上，认为只会惹是生非、打架斗殴的废物，竟然是天门主人，如同神话般的人物。明旨，从即日起，西北5省的全部权、财、黑、白、灰都交由你一人处理。若有不从者，自有天门出面。允旨，谢过恩人。夏华佗，在。我一圣手之称号，自此只属于你一人。是师傅。主人，刺杀你的人都没过。什么？这么说，叛徒出自天门？请主人速回天门，主持大局。好，回天门。哎，慢着，楚萧哥哥，你回天门难道不带着方若和悠悠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悠悠那孩子确实很可爱，但我和秦般若已无半点情分了。渣男！闭嘴！你这家伙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？你这小丫头，我怎么就成渣男了？连自己老婆女儿都不要，不是渣男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悠悠是我的女儿，5年前是她。这么说，我有女儿了，我有女儿了！恭喜主人，喜得千金啊！那我现在就回去接他们母女。这5年，是我对不起他们。那算你有点良心，也不枉我们般若等了你这么多年。妈妈，你回来啦！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不楚爸爸为什么不跟你一起回来呢？他不会再来了，以后也不会来了。妈妈，那么晚了，会不会是我楚爸爸回来了？秦总，又见面了。月亮，般若。若和小姐，会出事了吧？
科长，就算是把整个安西市掘地3尺，也要找到他们。是，主人。什么？主人，刚收到消息，负责清算周家的执法队被偷袭，全军覆灭，周虎跑了。好一个周虎！给我把他揪出来，敢动我老婆和女儿，我要将他挫骨扬灰！五爷，求求你，放了我女儿。那我弟弟的死谁来负责？你说要是待会儿楚萧来了怎么办？有我在，怕什么？我还怕他不来。都说秦总是安西有名的美人，果然不假。你要做什么？楚萧杀了我弟弟，灭了周家。今日我也要说服他的女人。来，换上他。老子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给你1分钟，超过1秒，剁了那个狗杂种1根手指头。不要，不换。但是你不能伤害我女儿。不愧是安西有名的美人，果然不错。不就是个骚货吗？过来，让老子享受享受那楚萧女人的滋味。快点！般若，周虎，帮我女儿辱我妻子，今天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站住！否则我就让他命丧当场！大家不要管我！放了我妻子，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楚萧，哦不，天门门主，唯有他们在我手上，你敢动我1分1毫吗？放肆！主人岂是你能威胁的？玲玲，退下！周虎，我说了，放了我老婆，我给你留个全尸。哼，楚萧，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我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主人小心！楚萧，今天我要让你们一起为我陪葬。主人，你快走！不是，你别要这样！时空静止！恭喜主人修为大成。般若，别怕，没事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说，我女儿到底在哪儿？那个狗杂种已经被我喂狗了，你就去死吧！悠悠死了，都怪你，都是你害死了悠悠！别杀我！我知道悠悠在哪儿，悠悠她没死。说什么？快说，我女儿在哪儿？楚萧，我要是告诉你了，你能不能饶我一命？别考验我的耐心！悠悠，她在京都白家，白山带走了她，我就知道这么多了。走，去京都白家。主人说不杀你，我可没说。恭喜白少又拿下一个大项目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自然，以后肯定少不了你们的。哎，对了，白少，你们儿子心脏配源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多亏天门的一个大人，今晚子时便可动手。天门？没想到白少居然攀上了天门这层关系，日后白家龙腾9天，必将成为神州第1世家。对。以后苏家和叶家都将被白少踩在脚下，那是自然。天下世家第1宝座的位置，必然是我们白家。就凭你白家，也妄想当神州第1世家，你有这资格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藐视白家？不知死活东西，
敢来这里闹事？叶琉璃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今日特来，灭你白家满门。叶琉璃，你好大的口气！现在的白家可不是你们叶家能惹得起的。白小光留下，其他人滚！叶家，叶琉璃，快走！我们跟人是叶家。哎，我女儿在，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敢打老子，就算你是叶家，就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别考验我的耐心，我再问一遍，我女儿到底在哪儿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周府都已经交代了。觉得你放过我吧，她还只是一个孩子。凭什么你冲着我来？那个小杂种是你的女儿，我们来迟了，她已经送走了。送走？送去哪儿了？当然是送去给我儿子做手术了。我说回来，他那个贱命，既然能和我的儿子配型成功，已经是他的荣幸了。说什么？最好祈祷我的女儿没事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什么后果？满门尽没！就凭你们，也想灭我们白家满门？知道我们白家幕后人是谁？天门的大人，你们叶家得罪得起吗？天门的大人，说是谁？怎么怕？还不把他送开？操！死杂碎！今天要把你人拿回去！对你背后的大人不感兴趣。再问一遍，我女儿到底在哪儿？住手！胆敢再动一下，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。白少，您没事吧？妈的，愣干！还不开枪，快把这个杂碎打死！是，敢在白家的地盘上闹事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开枪！他妈的，谁把灯关了？开灯啊！怎么可能？主人，垃圾已清理完毕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啊！求求你们别杀我！你要找你女儿是吧？我爸找去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。打给他。爸，快来救我！有人要杀我！怎么回事？是谁干的？白山，半个小时后我会到你们白家。要是我女儿少了一根头发，不只是你儿子，连同你们整个白家都会从神州消失。你是谁？放了我儿！啊！我的腿！你现在没有资格无谈条件。时间一到，见我女儿你就等着收尸！你是什么人？敢威胁我白山？你在找死！我只给你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后我会去你们白家接我女儿。好，我等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的悠悠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？温柔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们母女。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要把悠悠毫发无伤的给带回来。般若，对不起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欣然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让他来的。你现在的状态太差了，必须好好休息。可是悠悠，你放心，悠悠不会有事的，相信我。琉璃，我听说今天是白山的60大寿，帮我给他准备一份大礼。是。
老爷，大小姐，消息查到了，只是有点棘手。什么意思？吞吞吐吐的说。对方来头不小，还有叶家做靠山，而且刚得到的消息，周家满门灭兵。到底是什么人查清了吗？消息封锁很严，暂时还没有。什么？那小光他……好了，区区3家不足为惧，别忘了我们背后可是有大人。那个孩子怎么样了？全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手术。叔叔，求你了，别伤害我。小朋友别害怕，屏住呼吸，很快的哟。白山这个老东西，竟敢忤逆我的意思。叔叔，是我楚爸爸叫你来救我的吗？没错，现在乖一点，我带你出去。哈哈哈哈哈！说白家主修为大成，你看60岁了还这么年轻。段家家主段归一送东塔寿山11座，祝白家主福寿延年。李家家主李义山送回春丹1枚，祝白家主老当益壮。黄家家主黄四海送双修极品炉鼎1对，祝白家家主修为更上一层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多谢各位今天来参加白某的寿宴，老夫不胜感激。白山，这份贺礼可否满意？这小子谁呀？敢在白老的宴会上闹事儿？看着眼生不像是京都人。白山，我送你的这份贺礼，可还满意？小子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敢来这里放肆！你是谁？也敢插手我跟白家的事？我是京都皇家家主黄四海，奉劝你一句，现在立马给白老磕头认错。我给你1分钟时间，赶紧带着你的人离开，否则的话，从明日起，京都再无皇家。哈哈哈！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大家看，这小子真幽默啊！小子，你是不是也想说，给我1分钟时间，否则京都明日便无段家？你想多了，还有半分钟。小子，你是来这儿搞笑的吧？你又是谁？京都10大世家之一，李家家主李义山。很遗憾，现在你们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，那就全都留下来，给白山老狗陪葬。你小子演的还挺真的，是不是哪家请过来给大家逗乐子来的？笑吧，笑吧，就尽情的笑吧。今夜就是你们最后的狂欢。刚才给我打电话的就是你，胆子不小，伤了我儿，还敢单枪匹马的到我白家来要人。爸，就是这个人在搞小光。没错，就是他，就是化成灰，我也能记着他的声音。狗杂碎，敢动我弟弟，受死吧！大胆，敢伤白家小姐！白老，请允许我结果了这个狗杂碎。那就有劳李家主。我造！小子，还挺有两下子。
让老夫来会会你。来人，给爷抬上来。黄家主年轻的时候可是有金刀霸王之称，这小子死定了。据说这金刀也有200多斤，寻常人等根本就拿不动。小子，能死在我的金刀之下，你也不枉白来这一遭了。现在还轮不到你来领死。黄家主居然败了，这小子究竟什么来历？你究竟是谁？像你这种趋炎附势的软骨头，还不配知道我的身份。小瘪三儿，你别以为你有点三脚猫功夫，就敢到我白家肆意妄为！我黄四海恭请白爷镇杀此人。李应山，请白家家主诛杀此贼。我段归一恭请白家主灭杀此流。请白家主出手诛杀此贼。像这种蝼蚁来的再多，也救不了你的命。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你就是再能打，我这么多人，你还有几分胜算？死在我手上的人不知几何，像这种虾兵蟹将，算得了什么？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儿呢？乖乖的给我交出来！这么想见你的儿子，那就带上来吧。叶家叶琉璃特来给白老贺寿。小官，叶琉璃，我白家与你叶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何对我弟弟如此残忍？这是你们白家自找的，这可怨不得我。你们叶家好大的威风！之前或许我白家还怕你3分，但今时不同往日，现在我白家不惧于你。井底之蛙，望一眼遨游天际的大鹏展翅，便觉自己可与日月争辉了，真是可笑。还有你黄李段3家，什么时候也与白家沆瀣一气了？叶琉璃，别以为你是京都第一世家就可目中无人。今日我们诸多世家齐聚一此，就是要与你们叶家争一争这京都第一世家的座椅。就凭你们一群鼠目寸光之辈，也敢在这大言不惭与我叶家争辉？爸，姐，快救我！今天白家上下必须死。现在你把我女儿交出来，我允人替你收尸。放了我儿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留你活路。还没有人能决定我楚萧的生死，别再考验我的耐心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女儿到底在哪儿？按现在这个时间，你女儿应该已经上了手术台了。至于手术如何，我可以帮你问问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畜生，你可杀我儿！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白家的下场！来人，给我杀他！镇狱神王陈近南道，北域战神苏武相道。他们来干什么？难道是为这帮人？白家主面子真够大，引得战神和神王一同降临。我看这白家真的要成为神州第一世家了。神王战神驾临，老夫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好大的狗胆，朕知道天高地厚。神王，这是为何？你做了什么？自己不清楚吗？真是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！战神大人冤枉呀！明明是这叶家叶琉璃擅闯我父亲的寿宴，还伙同他人将我弟弟残忍杀害，还请战神神王大人做主，将叶家从京都抹除。武德可作证，请将叶家从京都抹除。我等也可作证，
真是一群愚昧无知的蠢货！属下来迟，还请主人责罚。什么？战王战神居然喊他主人？他究竟是谁？竟能让2位大人俯首称臣？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此乃我主人天门门主楚萧。天门门主。陈近南速效，在，主人。现在就给我去找，就算将整个京都掘地3尺，也要把我女儿给我找回来。是。白山老狗，准备好给我女儿偿命了吗？是啊，门主，我刚才是骗您的，您女儿安然无恙，我这就叫人把她送过来。您稍等片刻。来，把那个小女儿给我送过来。你说什么？我女儿还活着？是。白山，你最好祈祷主人的千金无恙，否则你白家的辉煌将在今日毁于一旦。我等愚昧无知，有眼不识真龙，还望门主开恩，恕我等无罪。恕我等无罪。若我女儿能够完好无损地站在我面前，我执掌审恶；若是她有一丝一毫的损伤，满门尽诛。门主，都是白山他逼我们的，不然给我们10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与门主作对呀。是门主，都是白山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攀上了天门中的一个大人物，我等才误上了贼船呀。还望门主明察，若我等忤逆白山之意，他会报复我等啊！请盟主明察。闭嘴，给我老实待着。若没有主人的同意，胆敢离开者，死！京都世家强取豪夺，专横跋扈，就名声狼藉。今晚在场的所有人记住，其余族人后辈流放北域，终身为奴，此后代不得脱离贱籍。遵命，主人。此事由我2人处置，主人尽管放心。饶了我们，饶了我们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杀了他！时空静止！胆敢欺骗我主！白山，恶不上不识此词，你居然让自己的女儿去送死来养护你，真是恶毒啊！那有什么？他们是我生的，当然可以为我去死了。况且我现在正值壮年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可以为白家继承香火。无耻之徒，白山老狗，快说，到底把我女儿怎么样了？当然是死了。进来！杀女之仇，我要你血债血仇！敢动我家主，我就让那个小野种去陪葬。来呀，爷爷，天门门主啊，多么高高在上的人物，现在不一样受制于啊！你伤害我女儿，答应你放你一条生路。放我一条生路？谁不知道天门门主杀伐果断，修为以真挚化境，我逃得了一时，我躲不了一世。你想怎么样？我答应你就是了。他说他答应我，好啊，那你此费双臂，我就放过这个野种。好，我照做就是了。主人，不可！主人，不可！别动！现在可以放了我女儿了吗？真的是没想到，令无数强者闻风丧胆的天门门主，居然是个蠢货！姐，看爸爸这儿。
来，主人，快检查一下他的身体。主人，这有中蛊毒了。快！蛊毒出来了。主教，受伤的滋味如何呀？看来5年前偷袭我的人是你吧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。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吧？自然，毕竟你这堂堂天门门主可是陆地神仙境，不用点手段怎么行？鼠辈，胆敢设计伤害我主，帮主，吃我一掌！呀！你们2个老东西别不自量力了，你们不是我的对手。是何人？怎么从未在神州听过你这号高手？神州高手皆出自我天门之中，你自然也是我天门中人。我说的对吧，丁力？哈哈，不愧是门主，居然认出了我。可惜已经晚了。丁力，你背叛天门，伤害我主，今日定要将你斩杀于此！琉璃，退下，你好生照顾幼女，不是他的对手。他不是？难道你这个自废修为的废物就是你的对手吗？没受伤。5年前我就知道偷袭我的人出自天门，如果不用点手段的话，怎么才能引蛇出洞呢？那又如何？你的大时间静止术虽已大成，但无用。我在天门藏书阁中查过了，时间静止术一人一生只能使用2次，而你已经用过2次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天门藏书阁中的书皆是由我书写？你什么意思？时间静止！我早就看出你心术不正，所以故意留下，让你看到时间静止术一人一生只能使用2次的镜。上当诱人，现在是你的对手。竟然到了陆地神仙境，哼！没错，我已经到了传说中的陆地神仙境。丁力，我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为何背叛我，背叛天门？为何？我7岁便是少3品，10岁金刚，18岁入纸玄，23岁踏入天象境。如今我也修得传说中的陆地神仙，我这样的天才100年难遇，为何要受制于你？世人应该匍匐在我脚下，任我屠戮。如此天才，不思想着守护神州大地，只想着屠戮万民，这是你选的死路。这3品最后一招，你我一战，计分高下，决生死。这不可能！世人都知陆地神仙界，可谁知这数十年之间，我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个范畴，现在已是仙人境界。哎呀，爸爸，怎么哭啦？爸爸没哭，爸爸只是眼里进沙子了。爸爸，悠悠好困啦。困了就睡觉，有爸爸在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爸爸带你回家。悠悠怎么了？悠悠，你醒醒，你怎么了？悠悠，安若，不用担心，悠悠只是虚脱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安若，你跟我回天门吧。